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ara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这一集我要分享的是关于怎么样淡化已经出现的眼部细纹，还有眼部的日常保养。其实眼部保养要很早之前就要提早开始了，不然你到后面会越来越困难。我们眼部开始有一些细纹部分的，其实有分不同的阶段哦。刚开始形成那种假性的皱纹、细纹是可以逆转的，这个我是有经验的，因为我本身的基因，我眼周是比一般人容易出细纹皱纹，你看你的父母就会知道。我妈在很年轻的时候，20几岁，不到30岁的时候，已经非常多的眼纹、皱纹是很明显的，不是动态纹，是静态纹，已经形成的那种很深的，是很难去逆转的。但是呢，好在我生在这个时代，有医美，还有一些科技。一些资讯可以教你怎么样提早去预防老化。我先讲一下我当初的经验是怎样。我当初是差不多20岁左右，很年轻哦。但是那时候只要我笑得特别的灿烂，那些眼部的纹路就没办法消退耶，要超过30分钟以上，它才会慢慢的减淡，而且不能有其他的表情。可是我很年轻啊，那时候为什么会这样？只能说基因，就是有些人天生就不容易老化。我们眼部这边呢，皮肤比较薄，有一些天生的，这边的胶原蛋白已经比较少了，然后这边的眼周又更薄，那种就很容易提早有细纹产生。当初呢，我是眼下这边猫咪纹，反而鱼尾纹是很少的，比较没有问题，可能是天生的关系吧。所以这边的纹，只要我笑，它就很容易会形成一段时间的假性的静态纹，因为它过一段时间，然后你做好保湿，它会消退的。可是随着时间，皮肤的弹性回弹的速度会越来越慢，所以在我23、24岁的时候，刚好遇到一个医生，他是皮肤科医生，是医美医生。那个医生就提出一个方案，他说可以打一些肉毒去改善，但是我当初以为肉毒是没办法解决，因为通常都是打鱼尾纹嘛，没有听过会打眼下这部分，因为打得不好会形成眼袋，就是很奇怪，你的表情是很僵硬，所以我不是很想做。可是那个医生就很有信心，他说做过这个方案，所以当初呢就很感谢他。做完之后，细纹就不见了，因为你笑的时候你就不会这么的灿烂，虽然也可以笑，还是很自然的，不会很奇怪，你还是能够笑。可是它会有抑制你的笑的弧度，笑的时候就没有纹呢。这一段时间它没有形成新的细纹，我再去急救保养、敷眼膜，做一些导入啊，其实大概1年的时间左右啊，这个纹就消失了，就没有再形成。眼周的皮肤也变得比较厚，比较健康。所以这段时间虽然是打肉毒，肉毒是让你的肌肉放松，不让你去做过多的表情。虽然它只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东西，但是也是有一些辅助是有效果的。所以如果你是像我刚刚说的，刚开始形成的那种细纹皱纹、假性的细纹，你是可以靠肉毒去逆转。但是我说的是眼周而已哦，其他部位是不一样，因为它的形成皱纹的原理是不一样的。打在眼周的肉毒是非常的少，一丁点而已，大概是3-4个月它就会散掉了，所以你是要持续大概4-5个月就要补一次。但是只要你觉得已经不需要，你可以停下来。那时候我连续打了大概2年时间吧，然后后面我都不怎么打了，偶尔可能隔1-2年会打一次，想到觉得需要就去打。但是最近啊，对上一次是2年前打过一次，然后就没有打。那是因为我搬到林口嘛，然后我第一次在这边的医生去帮我做这个事情。医生的美感也很重要，他的逻辑也很重要，因为那个医生他可能习惯性会帮客人做拉提的效果，因为 Botox 打在眼周、打在你的皮肤上，它也是有拉提的作用。但当初我只是让我的皱纹、我的表情不要这么的明显而已，我不需要改变我的整个脸的其他的什么紧致度啊，那些表情。那时候打完之后，大家回看一下我之前的影片，那个眉毛往上的像黄小虎一样，然后眼睛很凶，我觉得很奇怪，眼纹没怎么改善，只是觉得我的五官变了，就是
变得很紧绷、很拉提，我不喜欢，所以我就算了不做了。但我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再做。我觉得比较有需要的是常常出去，而且常常要化妆。只要我出国很长时间在外面，加上要化妆，常常都会笑有表情，那个眼部的纹路就会比较明显。所以我出国一定会带眼膜。那今天呢，会教大家比较简单的日常的怎么样去保养你的眼周，让你的细纹慢一点才出现，或者是尽量的淡化它。如果你不想做任何医美，今天的内容都是对你有帮助的。现在是晚上，我已经把所有的保养程序做好了，就直接给你们做眼部的保养。那眼部呢，其实我也涂了一些眼精华还有眼霜了，现在已经吸收的差不多，可以开始敷眼膜了。首先，如果你平常如果不做任何的医美，你可以在家里做导入或者是那种 EMS 微电流、射频等等的，你都可以做到眼周附近的，不一定要用眼部专用的机器。其实很多一般的机器都可以做到眼周，那你每周可能至少2到3次会保养到眼周部分的。去导入，这款是 Medicure 的，是旧款的导入。现在它有更新版呢，有一个比较厉害的更新版，那个导入的效果会更好。也不一定要用它们，你可以用其他的，反正你家里有什么美容仪，你都可以去顺便保养你的眼周。导入完之后，通常都会敷面膜之类的。那你平常晚上呢涂东西部分呢，其实眼部的保养、眼部的产品，在2024年度的爱用眼部产品，我有分享过很多，你们都可以拿来参考，因为每一年都会有这些眼部产品分享，可以回去观看。眼部产品其实我蛮稳定的，几乎有一些很固定的产品，每一年都是用一样的。最近有观众说眼部已经产生一些细纹、静态纹了，除了做医美之外，有没有什么东西涂抹式的方式就可以淡化这些细纹？之前有分享过视黄醇的成分，但是视黄醇其实它是有分浓度的，如果浓度太高，不适合用在眼周，可能也不会每一集都讲这个成分，所以我在这边简单讲解一下。如果你是想要改善眼周的细纹，不要盲目的用一些视黄醇的产品去涂抹，尤其你用一些眼部用的视黄醇产品直接涂抹，真的是非常的刺激。我涂在脸上都已经会脱皮、会刺痛，何况是眼周啊？眼周的皮肤比较薄，如果你要用视黄醇擦眼周，最好是挑选眼部专用的，通常那些产品的浓度会比较低一点。怎么样才算低呢？我们擦在脸上的视黄醇 0.1% 已经非常的有感觉了，我们敏感肌可能是0.00001或者是0.00005，就是大概这种浓度，甚至它可能不会写有多少的浓度含量，因为可能添加量太低了。除了视黄醇之外，有一个更安全的成分可以取代的，就是最近这几年非常流行的补骨脂分。好，我手上这款就是补骨脂分的精华，这个精华其实是全脸使用的，它也可以局部使用，它的质地很像精华液一样，抹开之后非常的水润，瞬间就变成水的质地，但是它挤出来是乳液状的，带一点点咖啡色，就是补骨脂分一般都是这种颜色的，这是它天然的颜色。你看它抹开之后非常的水哦，非常的轻薄的，但是它有一定的滋润度，涂在皮肤上蛮滋润、蛮保湿的，所以不要涂太多。大家看，非常的细致。这个精华我刚刚全脸都有涂抹过，现在再给大家示范一次，因为等一下我也要敷眼膜。敷眼膜之前呢，可以多擦一些眼部的保养品，稍微吸收之后呢，你再用眼膜敷上去。这个产品呢，我建议大家用的量少一点，1颗豆的量就好了，大概这样子的量，然后两边搓搓，均匀的涂抹在眼周。稍微等它吸收之后，我们接下来再叠擦眼霜。今天用的眼霜是 Clears 的，上次有分享过，这个是黄油眼霜，里面有多种的胜肽成分，是纯素的配方，还有一些乳木果油的成分，质地是比较轻盈好吸收，又有一定的保湿滋润度，成分是很棒的。
没有人工香精、酒精、精油、PEG 添加。这眼精华第一次出现，想要详细一点分享它，近距离观看一下。它的品牌是 Derma Factory， 补骨脂分5% 的精华，总成分大概只有28种而已。主要成分第一个成分是62.3% 的比菲德发酵物。比菲德常常都有分享，很适合敏感肌使用，它可以让你的皮肤脏器功能更加的健康，可以平衡皮肤的生态，可以增加皮肤的保湿度、滋润度，增加皮肤修复的效果，是特别适合敏感肌使用的这个成分。比菲德发酵物也叫做2列酵母发酵物，是一样的东西哦。另外，它有添加5% 的补骨脂分。补骨脂分是什么呢？就是视黄醇的温和版的替代。它是非常的安全，连孕妇都可以使用。视黄醇 A 酸类的产品呢，不适合孕妇去使用的。这个补骨脂分呢，它的功能性几乎跟视黄醇是差不多一样的，但是它没有那种副作用，就是所谓的会刺痛啊、脱皮的副作用，也可以白天晚上使用，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、疼痛感。用了一段时间，你会发现你的皮肤变得很嫩、很滑，毛孔有比较细致一点，皮肤的色素也会均匀。几乎就是跟视黄醇这个成分差不多的效果功能性，但是因为它比较温和嘛，所以它的效果会比较慢一点。可是特别适合敏感肌使用，又安全又温和，使用感又好，很稳定，好处还是很多的。我是觉得补骨脂分，因为它比较温和，所以它需要浓度高一点，效果才会明显一些。像5% 算是比较高了，是我目前看到补骨脂分这个浓度最高的一个产品。之前有用过2.5% 的补骨脂分，就是 Benton 的那款精华，效果已经很不错了。但这一款呢，它的浓度更高5%，而且成分更优秀，因为它没有精油的添加，没有人工香精、酒精、精油、PEG 添加，它的总成分、整体成分，我觉得又更厉害一点。除了补骨脂分跟比菲德成分之外，还有添加2% 的烟酰胺，又是可以帮助美白、抗氧化，还有毛孔方面，又是一个不错的成分添加。还有添加1% 的白猴菇萃取。另外有添加1% 的咖啡因的成分，它的成分也特别适合使用在眼周，咖啡因可以去水肿，其他的成分就是帮助抗氧化、加强抗老、保湿部分。这瓶精华推荐给你们，非常的推荐。我是在虾皮买的，我会把相关链接放在资讯栏。另外的补骨脂分，它有一个特殊的香味，因为它是植物类的，有点像花的那种，会有花香味，这种香料味我是很喜欢。我觉得还蛮好闻的，可是它是天然的，它不是香精哦，很难说它的香味是什么，就是花香吧，很清淡的花香。其实有一定浓度添加的补骨脂分都会有这个香气的，你们可以注意一下。除了补骨脂分这个精华可以涂在眼周局部的保养加强之外呢，也可以用玻尿酸多肽类的成分，比如我手上这2款都是玻尿酸的成分。可以用在眼周，可以用来导入，也可以在敷眼膜之前涂多一点点，然后再加眼霜还有眼膜去使用。这2款呢是我觉得分子比较小、好吸收的玻尿酸产品，都是不错的。Fuso 这款上一集有分享过，它的吸收度很快，分子小，所以也很适合用在眼周。成分只有19种而已，非常的单纯。除了多种的玻尿酸成分之外，还有添加2% 的 B5。另外这一款呢是 Annular 的玻尿酸 PDRN 的精华，它里面有添加一些 PDRN 的成分，但是 PDRN 它的成分非常低，你可以忽略。可是还是会有一点效果吧，因为我用一般的玻尿酸，我觉得效果没有它好它有一点烹饪的效果，它是很好吸收，可是蛮滋润的，蛮保湿的。这款也是有多种大中小不同分子的玻尿酸成分，另外有添加一些 PDRN 成分。PDRN 可能有一些观众不知道是什么，它类似外泌体，可以平常用涂抹
默的方式保养，当然它的吸收度效果就没有外泌体直接打进皮肤那么好，所以效果还是不错的。现在蛮流行的，你会发现很多韩系的产品陆陆续续都有添加 PDRN 这个成分，但是我觉得PDRN 的浓度是非常的重要，如果它很低的话，就只是一个噱头而已啊。我自己目前用到的 PDRN 的产品，适合敏感肌的都蛮弱的，除了我上次分享过的比较高浓度的那一款，就是这款20% 的。这一款比较有感之外，其他都一般般。另外就是这一款精华，我觉得是不错的，它的使用感是很好，我会回购的一款。可以给你们看，它里面是蓝色的，有一点微蓝色，天然的颜色哦，没有添加色料。你看它非常的水，可是有一定的滋润度，涂完之后蛮滋润的。那这款好吸收，保湿度又高，这两款都是没有添加人工的香精、酒精、精油、PEG， 推荐给你们。详细内容可以看回之前的分享啊，之前有分享过，都是最近那几集而已啊。这瓶 PDRN 精华是有一些缺点的，效果虽然好，但是它不太适合平常来使用，应该是说比较适合偶尔加强，因为我发现它蛮容易搓泥的，蛮容易跟一些产品互相打架，尤其酸类的产品、维他命 C 的产品、精华不能弄在一起使用，会马上的瓦解。这个可以混到你的其他面霜最后去使用，但是我觉得它最有效的时候是用来导入，皮肤很干净、去完角质的时候用导入去使用它，最后敷一个面膜，效果就会超级好了。这个我上次有示范过给你们看，而且这个高浓度的 PDRN 它的滋润度蛮高的，现在这个天气要小心使用，我都是在晚上用而已，偶尔用来导入，不适合偏有肌肤用。好，刚刚介绍的这些精华可以用来导入，还有敷眼膜之前使用，局部加强。另外这一款还是提一下，就是我平常都会晚上使用 Beauty of Joseon 的视黄泉加人参的眼精华，这个就是适合眼部使用的，眼部专用，也可以全脸使用，它是非常温和的，早晚使用都不会有刺激感，用了很久了，1年多2年吧，持续都是我爱用的眼部精华之一。那这款也是没有人工香精、酒精、精油、PEG 添加，有10% 的人参根的提取物，另外有添加比较低浓度的视黄醛，视黄醛比视黄醇更容易被皮肤吸收，而且它的刺激度又更低一点。如果你很怕眼部太刺激，又想要尝试视黄醇类的眼部产品，你可以试试看这个。这个通常不会有问题，没有听过有人说用完有刺痛感不舒服，这个是很 OK， 价格也是非常的高 CP， 在虾皮有它的官方网站。这个是真空的设计，非常方便，直接挤出来，它可以用到底，用到完全空瓶的。挤出来的颜色是有点黄色调。抹开之后，其实它蛮像乳液，跟一般眼霜没有差异了，不是那么像精华。它的质地，补骨脂分这个精华，它的质地更细致一点。但是这一款我觉得还 OK， 我不会长脂肪粒，有一定的滋润度。如果你用这一款的眼精华已经够保湿了，也可以只单独使用，不加其他的眼霜也可以的。另外这一款快速分享一下，这个也是之前有分享过，它的成分有非常高浓度的胶原蛋白，它的主要成分第一个成分就添加了76% 的胶原蛋白的成分，另外还有添加多种的胜肽成分、多肽的成分。这个胶原蛋白眼精华我通常是白天的时候使用，而且它涂完之后也会有一点点消水肿，有一点紧致眼周的皮肤的效果，是不错的产品。但是它的质地是偏凝胶的，而且它会比较滋润一点会有滋润感的。你可以单独使用，当成眼霜使用也 OK， 也可以叠擦使用。我觉得单独使用它滋润度也不错的。但是这个眼精华，如果你跟其他的凝胶类的面霜产品叠擦在一起，会比较容易搓泥，就是之后化妆要小心。那如果你要化妆，我会建议不要用，比较保险一点。好，那平常使用其实也不太容易搓泥的，没有什么问题。好，介绍那么久了，最后我们马上要上眼膜。好，先用这个 Clears 的眼霜，我会多擦一点，因为等一下要敷。
这眼霜之后呢，我会用这种眼膜，水晶眼膜。我觉得这种眼膜是最有效。以前我不知道它怎么用，用错方式觉得没有效，所以我觉得应该很多人跟我一样，也许你也是用错方式，觉得它不好用。其实它这种水晶眼膜，你要敷久一点，超过30分钟以上，你要看到它开始变薄了，才可以撕下来，才会有效果。如果你很早就把它撕下来，可能10分钟、15分钟没什么效果，因为它的成分、它的营养没有被皮肤吸收，当然就没什么效果。这种眼膜敷完之后都有不错的消水肿的效果，会很明显，眼袋部分会稍微收起来一点的。好，今天我用什么好了？今天用这个抗皱的。3个都不错，这3个都是在2024年度的爱用眼部产品有分享过，可以按回去看哟。它的成分部分呢，详细内容我就不多说了，就教你们怎么样使用就好。打开之后是这样的，很适合带出门。然后怎么样分辨哪个前面哪个后面呢？其实就是透明胶这个，它的底部是粘着透明胶这边的。先把这个白色拿下来，就是这边。这个透明胶撕下来之后，那一边呢就要贴在眼袋部分。你就比较不会掉下来这种，但是如果你底部擦很多保养品，它可能会比较滑一点。等它稍微吸收一下，不要太多，适量就好了，它就不会掉下来。我会贴这么近，它随着时间呢，你这样子往外推，它会越来越长。你就固定之后不要乱动它，因为你一直去压它，这边很容易有一条纹，就是有一条痕出现。等它吸收之后变薄了，就可以撕下来。后面基本上你的眼精华、眼霜就完全吸收了，它可以把这些营养、这些保养品更往里面推，所以去纹的效果就会很好了，很不错。这是我10多年以来敷眼膜的方式。我的眼部跟15年之前比较，我现在其实没有差很多，甚至有一些还比较改善了。我眼袋部分的猫咪纹没有以前厉害了，我现在有出现新的细纹，都是鱼尾纹，就是真的初老了，很正常，也没有做医美，所以也难免。我计划可能年底之前还是会去打 Botox， 让它不要再更严重。这个笑纹有一些快要变成静态纹，是要好好保养。如果不在意是不用去弄它的，但是我自己在意，到时候也可以给你们做参考。我也要找一个比较有信得过的医生，最好是在家里附近，不想跑那么远。好，现在在等眼膜吸收一下，现在已经固定了。好，它的回来呢，已经过了35分钟左右，现在已经可以卸下来了，已经变薄了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变薄的眼膜，就是这样，摸起来会比较粗糙一点。那眼周的产品都已经吸收完了。其实之后可以不用擦任何东西，如果你觉得已经够滋润了，就可以不用补擦。但是如果你觉得有需要，可能晚一点开冷气会比较干，你就可以再叠擦一层薄薄的眼精华跟眼霜，就可以虚寒的比较久一点。觉得我现在的状况已经很 OK 了，不需要再叠擦。如果你的眼周比较容易长脂肪粒，也不建议叠擦太多的东西，觉得足够就好了。眼膜敷完之后，真的眼睛有变大一些，比较精神哦。有没有发现眼袋部分也有收进去，比较平一些？好，以上呢就是我平常的保养眼部的方式了。平常我不笑的时候是不会有细纹的，大家看到。但是我笑了，这边就会有。如果笑完之后笑太久，一整天没有及时擦一些保湿，这边就会形成假性的眼纹。这边如果太干的话，这个纹就比较难消退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会建议去打 Botox， 做一些医美去加强一下，就可以改善这一种快要出来的细纹了。目前还是会选择
尽量在家里做保养。另外就是基因，有些人天生真的比较不容易老，这种我们就不要跟他去比较了，我们要跟自己去比较。比如说10年前的你跟现在的你，有没有什么进步，或者是有没有变老了，或者是没有能够维持差不多，就已经很棒了。好，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。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，请记得帮我按赞，还有别忘记分享、订阅、按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